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帝国首都，城墙撑住了将近1个月，守住了，然后他们自己把门打开了。这不是一场战败，这是一场自毁。而它的发生不是因为哪个人特别坏特别蠢，而是因为一个帝国在极限压力下终于用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本集我们跟住北宋最后的倒数计时，看那些本可以不同的瞬间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关上的。金军第2次南下是1126年的秋天，这一次和第一次不同。第一次金军只派了东路军兵临城下后被李纲挡住，捞了一批割地赔款就退了。宋钦宗以为这就是金国的底线，他错了。这一次东西2路金军同时压下来，西路攻破了太原，那是拱卫汴京的最后一道重要屏障。东路渡过黄河，直指汴京。而此时主战派的李纲已经被钦宗罢相了。李纲是什么人？他是第一次围城时那个几乎以一己之力稳住汴京的人。他知道怎么守城，他知道秦王军怎么调，他知道金军的弱点在哪里。但他太难搞了，他一直在逼皇帝做皇帝不想做的事，所以钦宗把他赶走了。李纲走的那一刻，汴京的命运就已经转向了。金军包围汴京是1126年的冬天，城里的情况比外面想象的要糟得多，能调动的守城兵力不满7万。最精锐的西北边军指挥官崇师道已经病死，他的弟弟种师中在救援太原的路上阵亡。这支大宋最能打的部队此刻群龙无首，无法及时驰援。秦王的命令发出去了，各路兵马都在赶来的路上，但没有一路赶得及。整个汴京能指望的只剩一个人，张叔夜。这位老将自己摸了1万多人，硬闯包围圈杀进城里，成了整场保卫战中唯一一支真正赶到的秦王军。就一路城里有钦宗，有太上皇徽宗，有整个皇室，有100万百姓。城外金军兵力估计超过15万。然后在这个时候郭京出现了。郭京是谁？一个市井出身的小兵，自称精通佛道2教法术，能以6甲神兵布阵，用7777人生擒金国2位元帅。正常情况下这种人应该被轰出去，但这不是正常情况，这是一个帝国已经用尽所有正常选项的时刻。秦王军没来，精锐没了，主战派被赶走了，谈判换来的只是更大的要求。宰相孙富读到一首诗，里面刚好有郭京2个字，当成天意，把他找来了。钦宗献了。郭京拿到了金帛数万，开始按照生辰八字募兵，不问武艺，只看八字符合不符合6甲。选来的是一批市井流民。他对外宣称择日出兵300，直袭至衣山，没有人敢反对。那个敢说自古未闻以此成功者的官员，被孙富怒斥为动摇军心。1127年1月9日，大风雪。郭京说时机到了，他要求何力和孙富下令，不许任何开封军民观看，凡夫俗子看了法术就不灵了。宣化门打开了，郭京的军队冲出去。金军分4路鼓噪而前，这些按八字选出来的市井流民迎面撞上了真正的战场。溃败是一瞬间的事，不少人剁死在护城河里。宋军慌忙把城门关闭，但为时已晚。就在这片混乱里，10几个金兵用一架银梯爬上了城墙，开始放火烧起，接应后续部队。城头上有人大喊金军上城了。郭京对张叔夜说需自下做法，然后下城带着残兵向南逃走，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史书记载里。汴京城墙按照南东西北的顺序逐次沦陷，一座守了将近1个月的城，在那个大风雪的早晨用不到1天垮掉了。城破之后，宋钦宗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亲自去金军大营谈判。这个决定从理性上看是走投无路之下的最后一搏。皇帝亲自出面，也许金人会给面子，也许还能谈出一个条件。
他带着一份降表走进了完颜宗翰的营帐。金军统帅没有出来见他，只派人索要降表。宋钦宗等了很久，没有人告诉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他就没有再回去了。这一年他27岁，距离他继位只过了1年零2个月。他从来没有准备好成为皇帝，更没有准备好成为亡国之君。但历史不管准备好没有，1127年春，金军大肆搜掠汴京，他们要的不只是土地和金银。宋徽宗、宋钦宗连同几乎所有太宗一系的皇族、后妃、朝臣共3000余人被押解北上，连同工匠、乐工、百姓前后牵连数以万计，汴京城中公司积蓄为之一空。在北上的路上，金人举行了一场仪式，史称牵羊礼。这是最高规格的战俘献俘礼，也是最彻底的屈辱仪式。曾经的天子在这一刻成了胜利者祭台上的战利品。朱皇后在仪式结束后的当晚上吊自尽。宋徽宗这位写的一手瘦金体、画的一手工笔花鸟的皇帝，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活到1135年，死在遥远的北方，再也没有回到他精心装点过的汴京。宋钦宗活得更久，他一直活到1156年，终年56岁，死在金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有人曾远远看见他衣衫不整，神情木然，再也不是那个曾经坐在龙椅上的人。现在我们可以来谈那个更深的问题了，靖康之耻究竟是谁的错？很多人说是钦宗，但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26岁的人接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在主战派被赶走，精锐无法集结，秦王军只来了一路的情况下，他能做什么？也有人说是郭京，但郭京只是最后那根稻草。一个帝国在走投无路之前会愿意相信任何奇迹，这不是哪个人的愚蠢，这是一个系统在崩溃边缘的集体反应。真正的问题要往前推100年。我们在第1集说过，赵匡胤为了终结武将篡位的诅咒，把军队的自主性彻底阉割了。武将不能有自己的兵，主战派随时可以被罢黜，精锐部队的指挥链脆弱到一个人死了就全路无手。这套制度在太平时期运作得很好，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前提，不能遇到真正的危机。靖康之耻就是那个真正的危机。那一刻，大宋100年的制度基因全部爆发了，不是因为钦宗不够努力，不是因为士兵不够勇敢，而是因为这个帝国从设计之初就没有被设计成能在这种压力下存活的样子。账单在100年后送达，汴京这座住了100年、繁华了100年的帝国首都，从此再也不是宋朝的首都了。那些留在城里的人继续活着，那些被压着北上的人走进了另一种命运。在南方，一个叫赵构的人正在往更远的地方跑。他是宋钦宗的弟弟，他跑得够远，所以活了下来。他会在南方重建一个宋朝，然后在那个新的朝廷里再一次面对同样的问题。怎么对待那些真的能打仗的人？下一集就是那个答案。岳飞横空出世，被围军直捣黄龙，几乎近在眼前，但他要面对的是比金兵更可怕的祖宗家法。